嗨，我是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内容我将介绍什么是通货膨胀，以及如何应对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时期投资什么最保值？相信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你有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要怎么样避免缩水？通货膨胀来临时，我们要如何对抗通货膨胀，才能保护我们的财产，让资产保值呢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通货膨胀是坏事，有的人在通货膨胀时期反而财富会增值。觉得通货膨胀是坏事，这得分人看。那对哪些人来说是好事，对哪些人来说是坏事呢？我们要怎么才能成为在通货膨胀中让财富增值的那群人呢？怎样才能让通货膨胀变得对你有利？越通货膨胀，你的钱反而越多呢？想知道这些答案，我们就得先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通货膨胀和什么是通货紧缩。那通货膨胀是什么呢？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，从而引起的纸币贬值、物价上涨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通货膨胀让钱变得不值钱，让购买力下降了。比如说，原来10块钱可以买2个东西，那现在这10块钱只能买1个东西了，这就是通货膨胀。适度的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，恶性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。其实简单的理解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持续的上涨。那通货紧缩是什么呢？通货紧缩发生时，纸币会更值钱，物价下降，生产企业的利润减少，导致工资降低，失业率增加。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生产下降、市场萎缩、生产投资减少、经济乏力等现象。所以通货紧缩时期，物价低迷，大多数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下降。通货紧缩可以直接造成经济的衰退。当宏观经济衰退时，纸币购买力的增加并不能够弥补失业和减薪带来的损失，所以对经济和个人而言，通货紧缩更可怕。通货紧缩就等于物价持续的下跌。那为什么会通货膨胀呢？产生通货膨胀直接的原因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平衡引起的，但具体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战争、经济危机等原因，大量印钞导致的通货膨胀，或者由于战争、灾荒等引起的资源大幅度减少。但这个时候需求并没有减少，这样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产生。当然，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有很多，例如流通性膨胀、杠杆性膨胀、输入输出性膨胀，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，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。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，适当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是好的，适当的通货膨胀带来适当的物价上涨，物价上涨会刺激工厂加大生产规模和力度，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，厂家会继续扩大生产，人工工资水平也会得到提升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。温和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其实不会实质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，但严重的通货膨胀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。回到刚才的问题，就是通货膨胀对哪些人有利，对哪些人不利呢？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的人，有利于变动收入的人。通货膨胀也不利于存钱在银行的人，物价上涨，存在银行里的钱实际购买力下降。同样，像保险金、养老金等，在通货膨胀中，它们的价值也会降低。所以买理财产品时，我们需要把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。投资产品的回报率至少要能够跑过通货膨胀。如果你正打算存养老金，并且不想因为通货膨胀让自己的养老金缩水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去看看我的这部视频，里面有介绍如何通过年金获得终身收入，以及如何让你投资在养老年金里的钱增值。通货膨胀不利于借钱给别人的人和机构，例如银行、债券投资人等等。通货膨胀有利于借别人钱的人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借贷的契约是以签约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利息率的。如果之后的通货膨胀高于签约时的通货膨胀，这个时候的纸币购买力会因为通货膨胀而降低，纸币贬值，同样的东西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。但由于契约是无法更改的，还的利息率还是之前契约上的利息率，所以实际上还的利息相当于减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期，借别人钱的人会受益，而借钱给别人的人会受损。通货膨胀时期，找银行借款来投资实物的刚需品，可以让通货膨胀变得对你有利，实现财富增值。一切经济活动无非就是你的劳动力换我的劳动力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吃亏，就一定有人占便宜。如果有人劳动力贬值，那就一定有人劳动力升值。通货膨胀也不例外，它能让一部分的人财富缩水，那么它也能让另
一部分的人财富增值。那么一般正常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呢？一个正常轨道上的国家，一年2%的通货膨胀属于合理的。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可以高一点，但是超过10%就有问题了。如果通胀过高或者是过低，甚至负通胀，也就是通货紧缩，那就要找原因了。过高的通货膨胀和过低的通胀对于经济都是不好的。那么通货膨胀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该如何去应对通货膨胀呢？如果接下来要面对更高的通货膨胀，那就意味着我们手上的钱会加速贬值，这是很让人无奈的事情。如果收入能同步增长，或者是涨得更快，那还好；如果收入是原地踏步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。对于已经有了一些财富累积的人来说，对抗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钱生钱，这就需要靠投资理财来实现。那么在高通货膨胀下，要怎么投资理财才能对抗通货膨胀呢？以及投资什么最保值呢？当金融危机来临时，资金会撤出股票、股玩、高风险债券等市场，转而投向具有避险价值的黄金、具有刚需的能源、以国家信用背书的债券等等市场中。这些产品在经济蓬勃发展时期，由于低风险、低收益，不被资金青睐，可一旦发生金融危机，这些产品往往价格就会上涨，所以它们被称为避险产品。黄金有3大属性：避险、保值、抗通胀。黄金分实物黄金和纸黄金。实物黄金就是买千足金的黄金囤在家里面，保值升值；纸黄金是按黄金的报价在账面上进行黄金的买卖，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利润。黄金、白银自古都是保值的首选。因为储藏量有限，开采加工不易，无法大量复制，化学性能稳定，全球通用性以及不贬值等特点，使黄金成为世界上公认的硬通货。如果一旦全球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风暴，各国的货币都会受到冲击，汇率会崩盘，人们会选择黄金避险。当供求关系发生巨大改变时，金价自然会水涨船高。黄金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基本货币。那么第二个可以让资产保值的一个方式就是投资房地产。通货膨胀时期，投资房地产、土地 REITs 都是可以保值的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REITs，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个视频。所谓土生金，你有房产，你有土地，那么这些房产、土地就能为你生钱。通货膨胀时，所有物价上涨，房产的租金也会跟着上涨。就算遇到经济危机时期，房产贬值，等到经济恢复的时候，房产的价格还是会涨回来的。毕竟房子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刚需品。很多聪明的投资者都会在金融危机时到处捡便宜，其中包括地段好便宜的房产。金融危机时期，遍地都是黄金，我们要确保手上有那种就是变现快还有保值的那种资产，等待机会的出现，然后捡便宜。那么第三个，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可以保值的东西就是刚需品。当危机来临时，人们最关注的就是活下去，是生命。那什么能让你活下去呢？那就是吃的。那个时候吃的会比任何的东西都贵。历来的通货膨胀都是从刚需开始的，从来没有例外。想要财富增值，自然就要从这些入手。刚需品也就是生活必需品，例如农产品、食品以及日常快消品等等。这些产品虽然不起眼，但是每个人都离不开。不久以前，委内瑞拉爆发金融危机时，其他什么都不好用，只有粮食成了硬通货。人们以物换物，货币贬值到几乎一文不值，很多人买不起吃的，只能在垃圾里找食物。所以在金融危机中，黄金、粮食等刚需品都是流动性非常好的产品。但是如果论投资价值，黄金当然是投资首选。如果出现金融危机，钱以钱堆积起来的市场最容易贬值，实物支撑的市场最容易保值，尤其是具有刚需的食物以及具有保值功能的食物。如果只是地区性的通货膨胀，可以适当的将资产变为外汇资产，这样可以做到财富保值和增值。很多国家都在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债券，为的就是保值增值以及分散风险。其实只要你的投资收益大于通货膨胀率，那么你就可以做到资产保值。例如可以购买一些固收类的 ETF， 并确保这个 ETF 的收益率大于通货膨胀率，那么你就能做到资产保值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ETF， 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个视频。
还有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，投资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资产，能够让资产迅速的增值。金融危机的恐慌心理会把很多优质的资产错杀，导致价格暂时大幅度下跌。原来好东西现在只要3、5折就能买到。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，正是抄底的好时机。大量便宜的优质股票、好地段的房子都是可以投资的好东西。危机过去之后，这些优质资产就会迅速升值。就算危机没有这么快的结束，放在手里也不会亏到哪里去，耐心的等待就好了。除非出现政局动乱这种要命的情况，不然每一次危机都是机会。有些人认为比特币跟黄金一样可以保值，这个吧见仁见智，得看你是否信仰比特币。毕竟黄金保值、抗通货膨胀的属性已验证千百年了，比特币只有10几年的历史，以后会不会被其他币取代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很难说。想要对抗通货膨胀，就要提及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复利。复利也被爱因斯坦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。利用复利的力量，不仅可以抵御通货膨胀，还能让我们的财富成倍的增值。下一期的内容是如何通过复利效应让财富倍数增长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，就记得订阅。你有任何的个人见解，也欢迎在留言区里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这样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